新西兰偶遇王一博，一头小卷毛拎滑雪鞋，恰逢29岁生日太潇洒，谁能想到马上就要迎来29岁生日的王一博，人居然跑到新西兰滑雪去了。路人随手拍到的生图一曝光，直接在网上炸开锅。有网友在新西兰街头偶然撞见他，没有保镖前呼后拥，也没有精心打扮的明星造型，就跟普通出来度假的年轻人一模一样。路人拍下的照片传到社交平台，很快就冲上讨论。照片里面的王一博变化还挺大，以往大家熟悉他大多是利落清爽的短发，不管是拍戏出席活动，几乎很少看见他留卷发的样子。这一回一头蓬松的小卷毛格外惹眼，戴着一副墨镜，身上套着一件黑色的厚款羽绒服，手上实实在在拎着一双滑雪鞋，看状态就是准备出门去滑雪。走在国外小镇的街道上，周边就是普通的街边商铺，路上还有骑车路过的当地人，整个画面完全没有一点娱乐圈明星的氛围感，就像是抽空出门放松的普通人。好多网友看完路透图都在感慨，平时看王一博，不是在剧组拍戏，就是跑各种晚会、品牌活动，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很少能看见他这么松弛的一面。熟悉王一博的朋友都清楚，滑雪本来就是他私底下特别热爱的一项运动，只要工作有空档，他就会找机会去雪场，不是为了拍物料做宣传，是实打实自己喜欢这项运动。这一次选在新西兰度假，时间点也很有意思，翻一下评论区就能看到。再过一天就是8月5号，正好是王一博29岁的生日，不少粉丝蹲在评论区留言，纷纷给他送上生日祝福。大家都调侃，别人过生日办派对收礼物，王一博倒是与众不同，跑到国外滑雪给自己庆生。这个过生日的方式属实够潇洒。娱乐圈里面不少艺人度假，多多少少都会流出一些精心摆拍的美图，或者团队放出一些宣传素材，但是这一组路人偶遇的照片完完全全就是路人视角抓拍，没有精致滤镜，没有刻意凹造型，穿着厚厚的棉袄，手上提着装备，简简单单走在街上，反倒让很多网友觉得特别真实。也有不少人看到他穿厚羽绒服，还专门发出疑问，新西兰现在难道这么冷吗？其实南半球和咱们国内季节正好反过来，国内正值盛夏，新西兰那边刚好是冬天，气温很低，适合滑雪，穿厚棉袄完全合乎情理。很多观众对王一博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荧幕之上，拍戏的时候他要琢磨角色，要配合剧组的节奏，出席公开场合，一言一行都要被镜头放大，时时刻刻都要维持公众人物的状态，难得躲开国内的镜头，跑到异国他乡，不用顾及偶像包袱，留着随性的小卷头发，只想痛痛快快滑一场雪。这种反差感也是这组路透能够火起来很关键的原因。网上很多偶遇明星的路透，有的时候会出现摆拍、炒作的争议，不过这一组照片是网友街头随手拍到，周围没有工作人员围着，王一博也是自顾自走路，看不出半点刻意博眼球的痕迹。好多吃瓜网友在底下开玩笑，说内娱好多明星一有空就到处参加聚会跑综艺，王一博倒好，一得空就往雪场跑，业余爱好相当专一。还有粉丝在网上打趣，平时想看王一博的卷发造型，只能期待影视剧角色，没想到现实生活出门度假，直接解锁野生卷毛造型，
属实算是意外惊喜。说实在的，做顶流艺人，大部分时间都身不由己，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交给剧组，交给工作，属于自己的私人休闲时间其实少得可怜。难得趁着生日这个节点，放下手头的各类工作，跑到国外安安静静玩自己喜欢的滑雪，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生日，这样的生活状态也惹来不少网友的羡慕。当然，路透曝光之后，也有不一样的声音。有人觉得明星出门游玩，路人还是应当多给一点私人空间，远远看一看就好，不要过度上前打扰。不过从拍到的画面来看，当时王一博并没有发现拍照的网友，自顾自往前走，整个人状态放松，没有被围观之后的紧绷感。这件事在网上发酵之后，相关的2个话题标签也被网友刷了起来。井号新西兰偶遇王一博滑雪，井号新西兰偶遇卷发王一博，井号。很多吃瓜群众都跑来围观这个不一样的王一博。大家看多了舞台上闪闪发光，影视作品里面气场十足的他，猛然看见这种生活化的路人抓拍，新鲜感直接拉满。马上就要29岁，事业一路往前推进，拍戏，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还能抽得出时间奔赴自己的爱好滑雪，抛开明星光环，也只是一个热爱运动的普通年轻人。不少网友也在纷纷好奇，不知道这次新西兰之行结束之后，王一博会不会分享一点滑雪日常。大家都在蹲后续，想看看小卷毛帅哥在雪场上的样子。其实圈内不少顶流私下很难拥有这样自由自在出门游玩的机会，走到哪里都容易被认出来。这一回在国外街头被偶遇，也算是给吃瓜网友送上了一个新鲜的娱乐小瓜。是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顶流，还是在新西兰街头拎着滑雪鞋准备奔向雪场的普通年轻人，王一博始终给人的感觉都没有改变。他依然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依然用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面对生活。马上就是8月5日，王一博29岁的生日。我们也祝愿他未来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带来更多优秀作品，也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对生活、对运动的热爱，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那么，对于这次新西兰偶遇王一博以及这身小卷毛滑雪造型，大家觉得怎么样呢？29岁王一博生日，仅8字感言刷屏。反内卷活通透，打脸全员疯狂营业的内娱。全网长时间都在追问王一博近期的状态，好奇他淡出热搜的日子在忙碌什么，心中秉持怎样的人生态度。所有人都等着他出面解释近况，可这位一贯低调的酷盖，只在29岁生日当天轻飘飘抛出8个字：尝试值得，放弃亦可。没有长篇大论的情绪宣泄，没有卖惨薄好感的委屈话术，干净利落的文字，像他舞台舞蹈收尾时干脆利落的收视，稳飒直击人心。短短一句话瞬间引爆全网讨论，也解开了长久以来大众对他消失的所有疑惑。想要读懂这短短8字背后的人生态度，答案其实早就藏在他全程参与联合国际 Discovery 团队打造的纪实纪录片《探索心境2》之中。外界总以为他刻意淡出大众视野，减少曝光时热度下滑，实则他只是主动选择沉淀自我。放眼全球文娱行业，不管是欧美乐坛、韩流偶像圈，还是东南亚演艺圈，如今都陷入流量内卷怪圈。绝大多数艺人常年连轴转营业，
不断更新物料，频繁亮相综艺红毯，只为维持曝光度，生怕短暂沉寂就被市场遗忘。内娱这种流水线式营销内卷更是愈演愈烈，不少明星全年无休赶行程，靠持续刷存在感留住粉丝热度，形成了不营业就等于过气的固化行业认知。可王一博偏偏跳出这套流量规则，在所有人急于不停输出，抢占舆论版面的时候，他主动按下生活暂停键，远赴北美开启攀岩公路之旅，跟着世界级探险家直面岩壁挑战，在旷野与悬崖间不断尝试突破自我，也坦然接纳过程中力不从心，选择放弃的时刻。这份能进能退的松弛心境，远比舞台上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更令人动容。身处名利裹挟的娱乐圈，太多艺人被流量绑架，把维持热度当成第一要务，观众追问行程便频繁露面，大众产生质疑就拼命辩解澄清，生怕流失一丝关注度。王一博却走出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全网追着探寻他的动态，他不刻意制造话题，外界不理解他放慢脚步的选择，他也从不刻意辩解，强行说服他人认同。他用自身经历传递一种全新的人生观念，人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不必执着于一条路走到黑，而是拥有随时暂停、随时转身的选择权。奋力尝试过便不留遗憾，坦然放弃也无需愧疚内耗。这份不被流量裹挟，不被世俗标准捆绑的清醒，在当下浮躁的演艺圈格外稀缺，也因此引发了网友两极化的争议。一部分观众觉得身为顶流就该持续营业，稳定输出作品与曝光，过度低调只会消耗自身商业热度。但更多年轻人被他通透的心态深深共情，直言当下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所有人都困在内卷焦虑里，人人被迫硬撑，很少有人拥有坦然放下的勇气。王一博29岁生日发布的8字感悟，收获无数粉丝的共鸣。大家一边心疼他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不用强行内卷，一边由衷为这份松弛通透的人生态度点赞。现实里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困在执念中，只敢埋头往前冲，害怕半途放弃会引来非议，很难做到既能全力以赴奔赴热爱，也能潇洒放下，及时止损。29岁的王一博却已经参透了很多人到39岁都无法领悟的生活哲理，不必再执着追着王一博所要所谓近况答案。他生日写下的8字真言，就是对所有疑问最完整、最温柔的回应。这短短8个字，不只是他对待演艺事业、户外探索的处事准则，更是一种掌控自我生活节奏的人生哲学。褪去热搜与红毯的层层滤镜，骨子里沉稳内敛的酷盖始终没变，只是如今的他把历经探索沉淀出的人生智慧藏进了一句简短的生日寄语里，也给深陷内卷焦虑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全新松弛的生活参考。王一博29岁生辰造型复盘，多面身份切换，精品时尚版图全线出彩。值王一博29岁生日节点，全年时尚与舞台高光造型合集完整回顾，全年坚持精品化商务与时尚布局，每一次亮相都风格鲜明，记忆点突出，时尚领域战绩亮眼，奔赴巴黎时装周，接连亮相3场重磅大秀，解锁 Loewe、香奈儿2大顶奢截然不同的气质塑造，松弛氛围感的文艺系 Loewe 休闲穿搭，温润复古，自带慵懒故事感；香奈儿成套造型华贵内敛，
勾勒金贵雅致的豪门少年质感。手握 Coco Crush 珠宝、Jimmy Choo 鞋履、AG 秋冬系列多条品牌广告大片，映照表现力稳定输出。年度杂志开篇重磅封面敲定 GQ 4月刊，皮质夹克主打复古痞帅格调，奠定年度时尚开刊基调。生活与公开场景里实现身份无缝切换。China GT 赛车赛场利落竞技造型，微博之夜红毯隆重礼服，央视总台春晚正式舞台造型，赛车手、红毯艺人、晚会表演者多重形象自由转换，穿搭覆盖复古风衣、条纹休闲针织、皮质西装、慵懒居家造型、正式西装等多元版型，可凌厉飒爽，可温柔沉静，可随性松弛，造型风格没有固化标签。看完王一博29岁生日的这番分享，或许很多人终于明白，他真正想表达的，从来不是要远离娱乐圈，也不是放慢事业脚步，而是希望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去尝试，去成长。比起一味迎合外界的期待，他更愿意把时间留给作品，留给热爱，也留给不断突破自己的每一次探索。从演员、歌手、赛车手到户外探索者，再到时尚领域的不断突破，王一博始终在用行动证明，人生并不只有一种成功的答案。敢于全力以赴，也敢于坦然放下，这或许正是他29岁最珍贵的人生感悟。那么，对于王一博生日写下的8个字尝试值得，放弃亦可，你是否认同这样的生活态度？29岁生日无人问津，娱乐圈的看人下菜碟在王一博身上应验了。在更迭飞速、浮躁喧嚣的内娱，王一博是格外特殊的存在。出道10余载，他始终游离在流量狂欢之外，不炒作，不迎合，将每一份热爱做到极致。如今，一场无人问津的生日，彻底揭开了他在圈内的真实处境。人们这才发觉，历经岁月沉淀，他早已走出独属于自己的道路。喧嚣在外，松弛在心。近日，王一博迎来了29岁生日，其官方社媒账号连续第7年准时送出生日祝福。不同于圈内多数工作室模板化、套路化的敷衍操作，7年来，每一篇生日文案均为量身撰写，没有千篇一律的吹捧，没有浮华空洞的辞藻，只贴合王一博当下的人生状态。在娱乐圈流水线式营销泛滥的当下，这份长久且纯粹的仪式感在行业内极为罕见。今年的生日长文以缓冲、冲刺、平衡3个关键词，精准定义王一博新的1岁。这是沉淀蓄力的缓冲期，是奔赴热爱的冲刺期，更是兼顾生活与事业的平衡期。文末一句尝试值得，放弃亦可，打破了功利化的价值框架，让无数网友为之动容。除了工作室的暖心陪伴与纯粹期许，全国各地粉丝展开一系列应援活动，无论是各大城市的户外投屏，还是各类公益捐赠行动，相关话题持续占据社交平台热搜。然而，正是这份满是真诚的生日氛围，让内娱的看人下菜碟显得格外讽刺。长期以来，艺人的生日都是圈内默认的流量盛会，是检验人脉与热度的隐形标尺。无数艺人借着生辰博取眼球，维持曝光，靠喧嚣声势彰显自身地位。扎堆的明星祝福、品牌方的造势宣传、好友的卡点互动，成为行业心照不宣的规则。但在王一博生日这天，主流圈曾几乎集体沉默，仿佛这位顶流被人情局遗忘。
这份看似落寞的圈内沉寂，实则是他主动做出的人生取舍。7年不变的仪式感与千万粉丝的真诚陪伴，早已胜过所有虚假寒暄。而他如今这份清醒通透的处世格局，从不是凭空而来，背后是10余载的沉淀与坚守。历经沉浮，看淡浮华，如今的王一博是手握主流奖项，备受外界认可的全能艺人。但鲜有人知晓，他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精益求精的打磨。1997年，王一博出生于河南洛阳，因年少时在电视上偶然邂逅街舞表演，便深深爱上了这项艺术。初二那年，年仅14岁的他登上全国顶尖街舞大赛的舞台，成功闯入嘻哈组16强。凭借扎实的功底与极具张力的舞姿，他被乐华娱乐选中，成为一名练习生。彼时的王一博尚未褪去少年志气，却毅然告别家乡与亲人，踏上逐梦之旅。从北京封闭式集训到韩国魔鬼训练，他熬过无数孤独的日夜，在汗水与疲惫中打磨舞技。2014年，历经4年层层筛选，他以男子组合竹领舞身份出道，正式开启演艺生涯。然而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从来不存在一帆风顺，出道并非终点，只是新一轮考验的起点。组合初期凭借硬实力收获关注，却因市场环境、行业变动等因素影响，后续发展逐渐受限。随着热度褪去，昔日并肩作战的队友各自辗转发展，王一博还未站稳脚跟，便陷入无人问津的低谷期。为了守住演艺之路，2016年，他以天天小兄弟的身份加入综艺《天天向上》，却因性格内敛、不善言辞，一度被观众诟病木讷无趣，更有甚者称他拖累节目。面对外界的偏见与质疑，王一博从未辩解。为了做好主持工作，他苦练普通话，打磨语言表达能力，学习前辈的控场技巧与互动方式。数年常驻主持的经历没有带给他顶级热度，却让他沉淀出谦卑沉稳、宠辱不惊的心态。2019年是王一博演艺生涯的转折点，古装仙侠剧《陈情令》爆火出圈，他饰演的蓝忘机清冷温润、风骨绝尘，一举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为了诠释好这个角色，王一博潜心研读原著与剧本，深度揣摩人物心境，从前期严守家规、循规蹈矩，到质疑世俗、冲破教条，再到苦守多年、终寻知己。他把蓝忘机雅正自持外壳下的爱意与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凭借这一角色，王一博一夜之间从边缘艺人变成娱乐圈万众瞩目的焦点。面对突如其来的名利，他并未沉溺其中，而是主动跳出舒适区，突破自我。从热烈中赤诚追梦的街舞少年，到冰与火中坚守正义的禁毒民警，从长空之王中向险而行的试飞员，到维和防暴队中勇敢无畏的维和警察，他用一个个鲜活立体的角色，完成从流量偶像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此外，王一博坚守街舞初心，进军职业车手赛道，在不同领域大放异彩，将热爱淬炼成专业。10余载沉浮，他熬过无人问津的落寞，也见过万众追捧的浮华，最终修炼出自己的人生节奏，不忘初心，奔赴心境。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永远都是和自己较劲，跟自己拼搏，让自己更加进步。29的王一博早已褪去年少的青涩莽撞，在岁月沉淀中活成了内娱最特别的存在。如今的他
手握硬核实际，站稳主流圈层，却主动跳出流量狂欢的漩涡，不慕虚名，不逐福利，在缓冲中校准自我，在热爱中全力冲刺，在生活与事业间找到平衡。看似无人问津的生日，实则藏着最顶级的人生通透。他坦然接受娱乐圈的规则，却不被规则同化，看透圈内的人情冷暖，却依旧保持赤诚本心。工作室7年不变的仪式感，是最长情的陪伴，粉丝纯粹热烈的偏爱，是发自心底的认可，而那份刻进骨子里的松弛与清醒，则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写在最后，王一博的故事从来不是一夜爆红的传奇，而是厚积薄发的励志范本。未来山高路远，相信他会继续怀揣热爱，书写更加璀璨的人生篇章。王一博新西兰穿大棉袄反差出圈，网友调侃，又是那句你们不懂。3伏天的空调房里，我裹着薄毯刷手机，冷不丁看到一张照片，王一博穿着件蓬松的黑色厚棉袄，站在一片异国风景里。第一反应是，这哥们是不是过糊涂了？窗外蝉叫的正凶，柏油路晒得发白，稍微走2步后背就能湿透。这种天气穿件短袖都嫌多，他倒好，直接上了冬装。8月穿棉袄，在北半球看是怪事，放到新西兰却是常识。人和事都一样，换个坐标再看，答案就完全不一样。大家讨论王一博，也不光是好奇他穿什么，更多是羡慕他那种状态。他不多说什么，可你能从他一次次选择里看出他心里头有数，喜欢就去，不想热闹就不凑，生日想低调就低调。这种自由感不是喊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有人把清醒挂在嘴上，有人把自在活进了日常。王一博显然是后头那种，一件黑棉袄挂上热搜，乍一看好像小题大做，可仔细想想，里头藏着2件事，一个是很多人对南北半球季节差异的小误会，一个是大家对一个人生活方式的悄悄关注。误会讲明白了，反而让人更瞧见了他身上的那点定力。别人讨论归讨论，他该干嘛还干嘛，既不跟着热搜跑，也不为了被理解而改动自己的节奏。热搜热闹1-2天就散了，可这画面在我脑子里还挺清楚。王一博穿着那件黑棉袄，走在皇后镇的雪地里，手里提着滑雪鞋，像是去赴一场自己喜欢的约。世界很大，季节不统一，人心里的4季更是各过各的。能在自己的时区里安安心心做点喜欢的事，就已经很好了。把宠溺写进细节里，王一博工作室的爱意藏不住了。娱乐圈的艺人工作室常常被粉丝诟病为拖后腿的存在，要么宣发跟不上，要么公关掉链子，要么干脆把艺人当摇钱树使唤。但王一博的工作室却在这片雷区中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他们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轰炸，也没有肉麻到尴尬的表白文案，而是用一种近乎低调到骨子里的方式，把对自家艺人的爱意细细密密地编织进了每一个日常工作的缝隙里。那种爱不张扬，却扎实的让人没法视而不见。打开王一博工作室发布的物料，你很难找到那种千篇一律的精修9宫格和空洞无物的彩虹屁。他们的镜头里总藏着一些只有真正在意的人才会捕捉到的瞬间。可能是王一博在片场后场时靠在角落闭目养神的样子，
可能是他在练习室里为了一个动作反复打磨到满头大汗的侧脸，也可能是他对着窗外发呆时那种不设防的安静神情。这些画面没有刻意凹造型的痕迹，却充满了我们在认真记录它的温度。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家人拿着手机默默拍下你所有认真生活的时刻，不打扰，但一直在。更让人动容的是工作室在细节上的极致用心，他们会为王一博的每一个舞台精心设计专属的呈现方式，从灯光色调到运镜角度，每一帧都像是在打磨一件艺术品。他们会在他生日时策划出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却不刻意煽情，只是让一切美好的恰到好处。他们会在面对争议时选择最克制的回应方式，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把喧嚣挡在门外。这些看似琐碎的举动串联起来就是一份无声的告白，我们懂它的珍贵，所以我们用行动替他挡住那些不必要的消耗。粉丝们常常戏称工作室是王一博的头号站姐，因为这个团队实在是太懂他了。他们知道王一博不喜欢冗长的煽情文字，所以文案总是简洁利落。他们知道他不爱被过度包装，所以放出的物料始终保持着一种真实粗粝的质感。他们知道他对工作有着近乎偏执的认真，所以从不给他安排那些消耗信任的快餐式合作。这种默契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的，它需要长期的观察、真诚的沟通和毫无保留的信任。工作室的每一个决策都像是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这样做对他好吗？在流量更迭如此之快的当下，很多团队会选择透支艺人的短期热度来换取最大化的商业回报，但王一博工作室却表现出了难得的淡定。他们不急于把它塞进每一个热门综艺，不急于蹭每一个网络热梗，而是有节奏的让它出现在真正适合的场合里。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深谋远虑的爱。他们守护的不是一个当红的偶像，而是一个可以走得很远的演员、舞者、赛车手。他们比谁都清楚，王一博的价值不在于一时的话题量，而在于那份不可替代的独特。或许有人会说，工作室对艺人好是本分，但本分和用心之间隔着的是无数个需要选择的小时刻。在那些没有人看到的后台，在那些仓促转场的间隙，在那些凌晨收工的疲惫时刻，工作室成员始终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成为他最安心的后盾。这种爱没有写在任何一份通稿里，却真实地存在于每一次接机时妥帖的安排，每一次活动后及时的衣物披上，每一次面对镜头时默契的眼神交换。说到底，王一博工作室的爱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褪去了职场关系的冰冷外衣，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家人般的共进退。他们不是在为他工作，而是在陪他成长。这份感情无需刻意宣扬，因为它已经流淌在每一个被精心对待的瞬间里，让所有关注着他的人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原来被一个团队真心实意地爱着，是一个艺人能拥有的最踏实的底气。所以说，一件黑色棉袄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街头偶遇，却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松弛的王一博。别人关注的是热搜和话题，他在意的却依然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做的事情。而工作室藏在细节里的那份用心，也让人更加明白，王一博能够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往前走，
背后同样离不开团队长期以来的陪伴和守护。或许真正舒服的状态，就是不需要时时刻刻向别人证明自己。喜欢滑雪就去滑，想安静一点就安静一点，面对外界的声音，不必每一次都回应。这大概就是王一博身上最特别的地方，身处热闹之中，却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你怎么看这次新西兰偶遇的王一博？你觉得他这种不被热搜和流量牵着走的生活方式怎么样？王一博在避开喧嚣，独自雪山庆生，不刻意造势的生活态度引人热议。8月5日，一个寻常的生日，热搜榜单上却空无王一博的名字，直播间里也未曾出现他爽朗的笑声。没有盛大的生日派对，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宣传，他穿着厚实的黑色羽绒服，拎着滑雪鞋，在风中漫步，置身于新西兰皇后镇的街头。北半球正被盛夏的酷暑笼罩，气温高达38度，而南半球却是凛冬降临，寒意逼近0度，仿佛两个世界平行而存。一个站在流量顶端的艺人，就这样选择将自己的生日变成一场与季节格格不入的逃离。当他在南半球的雪道上尽情驰骋时，他的粉丝们则在北半球掀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庆生活动。在洛阳的定鼎门上空，1285架无人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编队，划破夜幕，书写着对王一博的祝福。在老君山景区，850份祈福牌悬挂在山间，传递着对他的美好祝愿。全国28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也同步亮起了绚烂的灯光。成都的天府大屋檐用全球最长的户外灯光秀展现着独特的魅力。长沙国金中心则放出了1168平方米的 3D 大屏，营造出梦幻般的景象。重庆解放碑双子塔和青岛福山湾也纷纷上演了专属的灯光秀。更令人惊叹的是，深圳地铁14、16、20号线的6000多块屏幕，覆盖了乘客旅途的每一个角落。许多人感叹道，一个艺人专注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追逐潮流，不刻意炒作，而他的粉丝们则用整个城市的光芒来替他庆生。这样的安静力量，是否比那些时刻占据热搜的喧嚣更加令人心安？0点刚过， YIBO Official 工作室发出了长达数千字的生日文案，这已经是有史以来工作室连续第7年在0点手工卡点发布的生日情书。今年的文案将29岁定义为站在还年轻和已成熟的黄金焦点上，这是一种对时间流逝和自我成长的深刻思考。3个关键词贯穿全文：缓冲、冲刺与平衡，仿佛是对王一博未来的期许。文末的那句寄语尤其温柔，尝试值得，放弃亦可，记得都要睡得安稳，祝你拥有平静，拥有澎湃，拥有无数种可能。读一遍就能明白为什么这封情书能够让无数粉丝追随他7年。那么这场生日之旅的悬念又是什么呢？王一博的生日就这样平静地落下了帷幕，没有直播，也没有刻意为之的营业，他仅仅是在南半球的雪道上度过了一整天。而在国内，他的名字却并未占据热搜榜的头条，粉丝们则用无人机和灯光为他送上了一份独特的祝福。这是一种选择，不迎合世俗的喧嚣，不刻意制造话题，而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然而，这其中却隐藏着一个未解的谜题，他会选择将这场雪的体验分享出来吗？
工作室留下了悬念，旷野归来，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新西兰的雪山，冰冷的温度，滑雪鞋踩在雪地上的声音，这些画面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或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或许这场雪只属于他自己，是他独享的一份宁静。你觉得一个站在流量巅峰的艺人选择在生日当天失去滑雪，是清醒的选择，还是任性的宣泄？又或者，如果你也迎来了29岁的生日，你会选择热闹的庆祝，还是安静的独处呢？不妨在评论区里畅所欲言，与我们一同探讨。说到底，王一博这次的29岁生日，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或许并不是那些铺满城市的灯光，也不是1285架无人机划过夜空的壮观场面，而是他自己，反而选择站在了所有喧嚣之外。当别人忙着把生日变成一场盛大的流量狂欢时，他却去了南半球的雪山，穿上滑雪装备，安安静静地过属于自己的这一天。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太低调了，也有人会觉得，一个站在聚光灯中心的人，能够在生日这一天暂时关掉镜头，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毕竟，热搜可以一天换一个，话题也可以一天接着一天，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却不是想找回来就能找回来的。或许这就是29岁的王一博正在慢慢明白的一件事情，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冲刺，也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向所有人证明。有时候缓一缓，去看看雪，去吹吹风，甚至什么都不说，也是一种生活。而更有意思的是，他选择安静，粉丝却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替他制造热闹。城市亮起灯光，无人机划过夜空，屏幕上出现他的名字，一个人在雪山里安静地滑雪，一群人在万里之外为他点亮整座城市，一个选择远离喧嚣，一个选择把祝福送进喧嚣。这种反差，或许就是这次生日最特别的地方。至于那场雪最后会不会被记录下来，会不会有一天出现在纪录片里，会不会让我们看到他在皇后镇真正经历了什么，现在谁也不知道。工作室留下的那句旷野归来，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反而给这场生日留下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空白。王一博只是想把这场雪留给自己，他正在准备把这些经历变成下一段新的故事，答案就留给时间。而对于一个已经站在聚光灯下这么多年的人来说，能够在生日这一天暂时消失，不需要向所有人解释自己去了哪里，也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过得有多精彩，其实已经是一种答案。29岁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是继续追赶，是停下来喘口气，还是一边冲刺，一边学会保持自己的节奏？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至少王一博已经用这次生日告诉我们，人生不一定每一天都要热闹，有时候远离人群，站在一场大雪里，安静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庆祝方式。如果是你，到了29岁，或者人生的下一个重要阶段，你会选择在人群和灯光中庆祝，还是一个人去看看远方的雪山？蓝雨伞，把你的加复古卷发。王一博这组生日刊大片，直接把高级感拉满。看看谁还知道，王一博新杂志要来了。这可是王一博 Vogue Man 8月生日刊，是送给王一博的生日礼物，全网仅5万册，错过可不要怪小编没有提醒过哦。
作为王一博29岁生日后的重磅时尚献礼，这一封顶级难堪推封，对他而言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既是岁月赋予的成长勋章，也是他时尚影响力稳步进阶的最好印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一博的时尚之路从无侥幸，一步一个脚印，稳稳拿下各大顶级刊物封面，在主流时尚圈牢牢站稳脚跟。此次再度解锁 Vogue Man， 也是他年内又一含金量超高的时尚实际，持续巩固自己在华语男星时尚领域的顶尖地位。不同于常规杂志的简单宣发，这次官方诚意拉满，精心规划了2日精细化宣发节奏，分钟级的物料更新，让期待感层层递进，持续升温。8月13日晚间18点开启首轮预热，每隔10分钟准时解锁一张全新预告图，5组重磅物料循序渐进，提前撕开这组时尚大片的神秘面纱，吊足了大众胃口。而8月14日的正刊官宣流程更是满满干货，节奏紧凑，全程高能。上午11点30分独家合拍视频上线，12点30分、12点40分接连解锁2款质感十足的动态封面，层层递进解锁更多惊喜。待到13点整，完整版封面正式公开，同步上线专属购买链接，后续内页大片、主视觉视频、幕后拍摄花絮也会陆续释出，全方位呈现王一博的时尚表现力。更贴心的是，所有物料都会在微博、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平台同步更新，让每个喜欢他的人都能第一时间沉浸式感受他的时尚魅力。最让人感受到顶流号召力的，当属本次杂志的发售规格。官方官宣全网限量仅5万册，由微博康泰纳仕旗舰店、微店康泰纳仕双官方渠道独家发售，无额外加印，无其他渠道分流，稀缺程度不言而喻。熟悉王一博杂志战绩的粉丝都清楚，他的刊物向来是手速与运气的双重比拼，次次急速售罄。这次限量5万的生日刊，无疑又将掀起一场激烈的拼手速热潮，开售即空仓几乎是必然。从提前曝光的造型细节来看，这组生日刊大片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细节上的搭配，都明显区别于以往的风格，不再只是单纯突出少年感，而是在干净清澈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成熟复古的时尚元素，直接解锁了一种全新的氛围感。最抢眼的就是复古蓬松卷发，蓬松的发型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随性，却又不会显得凌乱，反而很好的衬托出清冷的气质。再配上蓝色雨伞这个细节，画面的氛围一下就出来了。蓝色本身就带着一种冷静、克制的感觉，和整体造型放在一起之后，既有故事感，又有一种高级时尚大片的质感。珠宝和经典这12万表的加入，则进一步提升了整个造型的精致程度。它没有刻意堆砌奢华元素，而是通过这些细节，让成熟男性的金贵与优雅自然流露出来。尤其是少年感与成熟感同时存在，这种反差反而成为了整组大片最吸引人的地方。一边是干净澄澈的少年气，一边又是冷静克制的成熟魅力，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在这组生日刊里碰撞到了一起，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既不会过分张扬，也不会显得单调，反而越看越有味道。从目前曝光的画面来看，
这组大片显然不只是换了一套造型那么简单，而是从发型、配饰到色彩和氛围都进行了重新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整体质感服务，也让这次生日刊呈现出一种清冷、高级又极具辨识度的视觉效果。可以说，这一次真正让人期待的，不只是造型本身，而是它又一次突破了大家熟悉的风格。复古卷发、蓝色雨伞、精致珠宝，再加上经典腕表的点睛，让整组大片既保留了少年时期的干净感，又多了一份成熟男性特有的沉稳与贵气。如果正式成片能够保持目前曝光出来的水准，那么这组生日刊很可能会成为一次非常成功的风格尝试。因为真正高级的时尚大片从来不是靠单一元素撑起来的，而是让造型、气质和细节彼此配合。就目前来看，这组大片显然已经把这种高级感拿捏得相当到位，几乎每一帧都充满了值得细看的视觉细节。一直以来，王一博从不会被固有标签定义，影视、舞台、时尚领域全面开花，永远在突破自我，刷新上限。在时尚领域，他始终以独特的高级质感、松弛自然的镜头表现力，深得顶级时尚刊物青睐。每一次封面作品都能带来全新惊喜，塑造出独一无二的个人时尚风格。这场专属8月的时尚盛宴，不仅是一本杂志、一组大片，更是王一博29岁最好的成长答卷。他始终沉稳内敛，深耕热爱，打磨自我，在浮躁的娱乐圈保持初心，用一次次亮眼的实际证明自己的实力。一起期待这次王一博展现的不一样的时尚造型。王一博8月穿棉袄，竟把地理课代表都炸出来了。8月穿棉袄滑雪，到底图啥？他在新西兰皇后镇被偶遇，-6度，裹着厚棉服拎滑雪鞋，国内正是38度酷暑。网友第一反应全是质疑8月穿什么棉袄，后来才搞清楚，新西兰在南半球，8月正是隆冬，那天气温跌破0度，湖面都结着冰。这不就和咱们一样，有人冬天囤短袖，夏天买棉袄，纯属没搞清方位。信息差闹的笑话谁都犯过。一个艺人29岁生日选在雪场过，不解释不炒作，安静做自己想做的事。粉丝在北半球用整座城灯光替他庆生。你们说，这种不凑热闹的人，是不是比天天上热搜的更让人舒服？